人类天阶功法在此，诸位道友为何踌躇不前？不行，还是看不透。这道鸡兔同林的护宗阵法，变量运转轨迹太过繁复，我强行推演，差点导致识海崩溃，走火入魔。姐，你又去电子厂上夜班了？这些补脑益益丹你拿着吃，明天就是小升初渡劫大典了。只要能在明天的大考中引动天道院卷机的共鸣，凝结出小学筑基台，咱们就能名正言顺地住进上城区的学区房洞天福地了。王胖子，你来干什么？林墨，别怪胖爷我无情，我表哥王腾少爷明天也要渡那小松出雷劫，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闭关。这栋楼已经被我们王家包下来当护法阵地了，你们姐弟俩今晚就给我卷铺盖走人！我们交了半年的租金，大夏教育律法规定，大考前知悉不得驱逐学子。大夏律法保护的是有天赋的修真者，不是你们这种学渣。也罢，免得别人说我王家欺负凡人。林墨，我考你一道题，你若能解开，我转身就走。听好了，这是云巅奥术宗的外门试炼题。已知甲乙两车从 A、B 两地同时相向而行，甲车速度是乙车的 1.5倍，相遇后己车再行2小时到达 B 地。问乙车还要行几个小时到达 A 地？此子古灵16，竟连最基础的行程问题都看不破，真是个无可救药的炼气机废柴。今晚不搬走，明天我就让我爸断了这屋里的 WiFi 灵脉。难道没钱报补习班，就活该一辈子做底层文盲吗？检测到极致求居执念，大夏星火补习系统开启。宿主当前境界幼儿园炼气初期，正在连接仙贤灵灵。恭喜宿主唤醒数理大道奠基人，9年义务教育真仙华老。华老，外面的世家子弟说你逻辑灵根残缺，是个学渣。弟子愚钝，背了3年乘法口诀，依然参不透算术大道。那胖子的形成问题，我连题干都读不懂。哼，荒谬！大夏算术乃是探究天地真理的通天大道，何时变成了死记硬背公式的小道？那些补习宗门为了赚钱，让你们背什么相遇公式、追击公式，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一旦遇到辩证，自然走火入魔。世人皆说你灵根差，老夫看来，你的灵根纯净无比。今日老夫便传你最纯正的正统大道本源比例法。看黑板，甲乙速度比是1.5:1，也就是3:2。相遇时时间相同，路程比就是速度比，所以甲走了全程的3份，乙走了2份。甲走完剩下的2份路程用了2小时，说明甲走1份路程需要1小时。那么乙走剩下的3份路程，由于乙的速度是甲的2/3，所以乙走1份需要1.5小时，3份就是4.5小时。不过是披着奥数皮的障眼法罢了。宿主领悟比例大道，修为突破，幼儿园炼气中期，后小学1年级、2年级、3年级、6年级筑基大圆满。林家废柴，天亮了还不快滚！今天我表哥王腾少爷要去一中考场渡劫，我现在就要把这间房布置成渡劫照场。王胖子，你别欺人太甚。姐，让他进来。你小子，昨天不是被我的奥数题反噬，道心受损了吗？怎么感觉……王胖子，你昨天留下的那道题破绽太多了。什么？你敢侮辱云巅奥术宗的题型？
好啊，死鸭子嘴硬！你要是能解出这道题，我今天不仅不赶你走，我还倒贴你3个月的房租。看好了，井底之蛙也配谈修真大道。甲乙同速不同距，路程比及速度，甲乙2分耗2时，乙于3分速减半，故4.5小时足矣。这不可能！这道题，我们补习班的长老讲了足足2页式的方程式，你连未知数 x 都没有设，你怎么可能得出正确答案？大夏算学，大道至简。你们这些世家子弟，靠着资源堆砌，把简单的逻辑复杂化，企图垄断知识，真以为死记硬背几个公式就能触碰这天地间的真理了？你那引以为傲的6年级筑基大月冥修为，不过是个空壳子罢了。我苦学奥数3年，竟然不如你画的一条线段。我修的到底是什么道？老大，你没事吧？林默，你别得意，我表哥王腾少爷可是摸到了初中元境门槛的绝世天才。今天的小升初天劫，他注定要凝聚完美道台。这种野路子，在考场上连半个时辰都撑不下去。我们走。小莫，你解开了奥数题，你筑基了。姐，帮我把准考证拿来。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天的小升初雷劫，不仅我要渡，我还要踩着那些学阀的头顶，拿到江南市的理科状元。各位家长，请退到护宗大阵外，不要交头接耳，以免扰乱天地气机。儿啊，这可是为娘花了半个月工资买的天道开光笔。你进去后切记稳住道心，先把会做的基础阵法破了，千万不要去死磕最后的压轴死阵啊！哟，这不是林家那个天生没有逻辑灵根的废柴吗？少爷，就是他，他昨天只用了一条线段就把我……闭嘴，废物东西，连个没补过课的散修都搞不定，丢尽了我王家的脸。林默，我不知道你昨天用了什么旁门左道唬住了这个耗子，但今天的天劫可是市教育局的大能亲自出的卷子，我今天要在考场上凝聚满分道台，你这种垃圾最好一进考场就趴在桌上睡觉。如果你敢翻卷子发出噪音，扰乱了本少爷的道心，我保证你全家在江南市活不下去。王腾是吧？你的废话比你做错的做题集还多。你找死！时辰已到，天门大开，众弟子入阵！竟然瞬间布下了隔绝天地灵气的信号屏蔽大阵，算你走运。天劫降下时，别哭得太大声。肃静！今日乃是第1重雷劫，综合算学大考。考试时间90分钟，胆敢交头接耳、左观右盼者，视为作弊，当场剥夺道籍，废除修为，永不录用，发结卷。哼，这种程度的阵法也想阻我？前面的基础题不过是砍瓜切菜罢了。华老，弟子准备好了。小莫，让这些被资本腐蚀的庸人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算学大道。选择题，代入法加排除法，3秒破阵；填空题，心算华简，一击必杀；应用题，底层逻辑推演，连草稿纸都不需要。这是什么鬼东西？动点问题结合2次函数，再加上几何极值，
这根本不是小学筑基境该承受的雷劫，这是初中元婴境的超纲体。稳住！我背过王家高价请来的名师模板。可恶！这道压轴杀阵竟然恐怖如斯！老师，我请求提前交卷。疯了吗？这可是大夏主脑部下的天劫，开考才50分钟，他竟然敢强行中断雷劫！哼，我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原来连1个时辰都撑不住，就要落荒而逃了。这位学子，修学之路切忌心浮气躁。你可知提前出阵，便无法再修改答案。距离天劫结束还有40分钟，你确定要交卷？我确定。不知所谓。现在的年轻人，遇到点难题就自暴自弃，简直有辱斯文。基础阵法竟然全对，他竟然没有用代数法强推。妙，太妙了！以几何对比为阵眼，画出这条中程线，瞬间让原本死寂的图形活了出来。一剑，他仅仅用了一剑，就斩断了这道压轴死阵的所有变化。大道至简，这才是真正的算学治理呀！这等绝世天赋，此死有大帝之资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一个连补习班都没上过的穷光蛋，怎么可能解开我王家名师都觉得棘手的死阵？下一场好像是宇文天劫，不知道下一位在星火空间里苏醒的大佬会是哪位千古文豪呢？快看，那是王家的天才王腾少爷！不愧是半步踏入初中元婴境的妖孽啊！林默那个废物，就算上午走了狗屎提前交卷，下午的文科大考也必定原形毕露。这修真界的考试规矩还挺多，不过上午华老教的比例大道确实好用，不仅解题快，连奶细胞都省了不少。林默，你少给我得意忘形！王大少爷，你上午吐的血擦干净了，又来找不痛快。看到没？此乃我王家花重金从海外仙山求来的静心隔音法器马克4代。这家伙为了个语文考试，连降噪耳机都当成法宝供着了，真是病得不轻。下午考的可是道藏古文与残卷解析，最重死记硬背和记忆天赋，没有了选择题让你蒙。你这个没钱买记忆灵丹的文盲，拿什么跟我斗？说完了吗？说完了就回你座位去，你挡着我晒太阳了。时辰到，解除封印，发道藏结卷。本座丑话说在前面，下午的古文大考乃是教育局大能从上古先秦困壁中拓印的残卷，谁敢在卷面上胡编乱造，玷污先贤遗篇，直接0分滚蛋！居然是侠客行的完整版！稳住，我一定能默写出来。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检测到极其纯粹的剑道诗意，正在连接上古长河。恭喜宿主成功唤醒大夏诗仙青莲剑宗开山鼻祖李白。晚辈林默见过诗仙前辈。林家小子，
外头那些庸才，是不是又在死记硬背老夫的剑诀？前辈，考试规定必须默写一字不差，还要写出您的道法真意。外面的标准答案是说，您这首诗体现了轻生重义的侠客精神。放屁！老夫当年写这首《侠客行》，可不是为了给他们当道德文章去背的，那是老夫喝醉了酒，拔剑四顾心茫然，一剑劈开3000丈瀑布时留下的无上剑意。剑修之道不在字句，而在胸中那一口不平之气。他们让你解析10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真意，老夫今天就教你什么叫真正的10步杀一人。小子，拿好你的笔，不要去回忆什么狗屁标准答案，把你的精气神，把你对这世道学榜垄断的不满全都融进笔尖里，老夫带你一剑破万法。下客行乃是杀伐气极重的上古经文，这帮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若是没有深厚的文道底蕴，连默写都不可能完成，更别提写出真意了。随我青山深，不必谁来找。此心归处是逍遥。写的这么破，字迹还这么潦草，这绝对是背不出来，在卷子上乱涂乱画。天界敢胡写乱画，他这辈子别想有书读了。痛快！这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比死记硬背强太多了。老师，交卷。老师，交卷。你又提前交卷。上午算学大考你可以投机取巧，但我道藏大考容不得你这般轻浮。你若是在试卷上乱画一气，本座现在就废了你的准考纲。这字，没有一个错别字，而且这解析，手中3尺清风，胸中一口义气，大道不平，一剑斩之，笔落惊风雨，自成气鬼神，这竟然引动了文道气象。你到底是怎么领悟出这种级别的道法真意的？标准答案是死板的，但先前的诗词是活的。老师，少看点辅导书，多感受一下风吧。他刚才教的是白卷对吧？老师一定是被气发抖的对吧？哈哈哈哈哈！各位家长，各位道友，今天全场的丹药和灵茶由我王家买单，大家敞开了喝。多谢王家主。王腾少爷天资绝世，这次必然金榜前3。算学基础题全对，押定题也写了不整，这次全市第一非我莫属。这不是林家那个天生没有逻辑灵根的废柴吗？听说3天前算学天劫，开考50分钟就交了白卷，注定要去电子厂打螺丝了。林墨，我还以为你考完试就吓得连夜逃出江南市了呢，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胆子出现在这里。怎么，知道自己肯定考0分，想来求我父亲给你在王家的补习班里安排个扫地童子的差事？你就是那个在考场上扰乱我儿道心的林家小子，没有资源，没有名师，连一本黄高秘卷都买不起，也敢跟我儿同台竞考，简直是萤火妄图与皓月争辉。王大少爷，你的自我感觉未免也太良好了吧？我今天来只是想看看市教育局的办事效率。至于你，一个连几何辅助线都不会画，背首诗还要靠吃药的药罐子，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来求你？还有最后10分钟，天道金榜就会现世，到时候天道阵法会自动剥夺所有0分学子的道籍。哼，等你的准考证化为灰烬，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大家快看，大屏幕上的红绸要揭开了！
华老、李老，你们觉得大夏的阅卷系统能看懂我们那天的答案吗？真理面前，一切机械的阵法都会黯然失色。若是那帮叛卷的庸才敢给你打低分，老夫今晚便借你之手，一剑劈了这江南市的教务局大楼。那看来今天这场戏会很精彩。天道放榜，气运加深。这淘汰率简直比修仙界的绞肉机还可怕呀！大夏国的教育内卷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底层的普通人根本没有翻身的机会。还没有王少爷的名字！天哪，王少爷难道是前2名？第2名榜眼王腾，总分195分，语文96分，算学99分。王家主，王少爷195分的逆天成绩夺得榜眼，王家崛起指日可待啊！好！我王霸天的儿子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腾儿干得漂亮！林墨，榜单都已经出到第2名了，从倒数第1到第2，我可是连你的名字的一根笔画都没看到啊！按照大夏律法，2科总分加起来不到10分，连登上天道级榜的资格都没有。你这种交白卷的垃圾，怕是已被系统判定为未开智的野兽了吧？连榜单都没上去，这可是江南市建市以来的第1耻辱啊！还不赶紧滚出广场！你是不是有阅读障碍？第1名还没出来，你怎么就确定上面没我的名字？不知死活的东西！哼，你要是能拿第1，我王霸天今天就把这广场中央的石狮子给生吞下去！警报！警报！检测到超规格道法波动，榜首试卷逻辑推演超越当前数据库极限，古文残卷建议等级判定无法评估，阵法即将过载。那是市教育局执法员的最高规格车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竟然惊动了执法员的太上长老们？江南市教育局局长陈道芬携阅卷组全体同仁恭喜林墨同学。陈局长，您是不是认错人了？他叫林墨，是个连10分都考不到，导致天道榜单出 bug， 连名字都没显示的垃圾啊！闭嘴！无知庶子，竟然敢辱骂我大夏国的绝世学神！你以为金榜上没有林墨同学的名字，是因为他考了0分？愚蠢！看清楚了，大夏主脑之所以无法评判林墨同学的分数，是因为他的试卷已经超越了当前预卷阵法的理论极限。这道压轴杀阵，教育局给的标准答案足足有320步推演，而林墨同学仅凭1条辅助线便一剑破万法，将繁琐的代数直接削降为打击成了最基础的勾股定理。这等化繁为简的大道至理，直接导致阅卷主脑的逻辑中枢由于无法理解其高级算法而烧毁。再看这篇侠客行，没有套话，没有死记硬背的八股文，手中3尺清风，胸中一口义气，大道不平，一剑斩之。
这一句真理直接引动了上古剑仙的共鸣。阅卷式的测试时表盘在扫描到这句话的瞬间，直接爆表炸裂。按照规矩，2科满分为200分，但江南市教育局一致判定，他的最终成绩是算学100加50分，语文100加50分，总计300分。我才是第一，我王腾才是下城区的天才。你作弊，你这个穷鬼绝对是作弊！腾儿啊！王家完了，得罪了一位被局长亲自见的超维学神，江南市再也没有王家的立足之地了。局长大人过誉了，不过是一些基础的逻辑和常识罢了。如果大夏的教育还在纠结于那些死记硬背的模板，那人类探索真理的修真大道也就走到尽头了。小升初天劫只不过是这场漫长征途的起点，在初中部的9年医护教育修仙学府里，还有更恐怖的牛顿力学雷劫和化学元素大阵在等着我。看到了吗？那就是咱们市3年前的那个300分神话。什么神话？分明是天道主脑抽风产生的 bug。就他那愚钝的灵根，这3年连一道普通的2次酣城护山大阵都写得走火入魔。每天起早贪黑有什么用？修真讲究的是财法履地。他一个穷鬼，这辈子注定只能去电子厂打螺丝了。让开让开，天骄班的赵少爷来了。哟，这不是我们的满分状元吗？怎么，3魔的万钧雷劫劈碎了你的玻璃道心吧？哼，还在装模作样的死记硬背呢。林墨，你还不明白吗？在这个时代，没有高阶推演工具，不懂海外先进的应试模板，你再怎么拼命，也不过是个底层的庸才。当年你踩着我拿第一，今天我就要当着全宗的面撕下你那虚伪的面具。3天后就是中考化神大劫。你敢不敢跟我立下天道誓言？你想赌什么？就赌你这次中考雷劫绝对考不上任何一所内门宗派。你要是落榜了，就当着全校的面给我磕3个响头，大喊3声我的300分是作弊来的，然后滚去我赵家的临时矿里给我当一辈子的苦工。那如果我考上了呢？就凭你这3年在全宗垫底的修为，你若是能考上，甚至考得比我高，我赵飞宇当众吃下这块榜单金杯，从此见你林墨退避3舍。好，天道主脑为证。这林墨疯了吧？这不是白白把自己卖给学阀当奴隶吗？3年了，他还是看不清现实啊！中考化神大劫，理宗道场，万物格物绝杀阵，起！该死，这3级杠杆联动，灵力节点在不断发生非线性变化。我花重金买的海外高阶辅导御简里根本没有这种邪门阵法。不行，变量太多了。如果硬算，至少要布下6条灵力辅助线，列出3个动态平衡方程组，再用代数之法求极值。太慢了！难道拼命努力了3年，终究还是敌不过天赋的平庸和资源的匮乏吗？那些世家子弟花几百万买高阶解题御剑模板，而我只能用这支2毛钱的笔，去硬生生地对抗这不公平的天道。不，我不甘心。先前留下的无上功法，绝不是让学阀用来筑起阶级壁垒的。科学的尽头是真理，真理是朴素的，它一定有大道至简的破解之道。检测到宿主3年苦修，道基稳固，道心坚韧不拔，不为外物所动，满足高阶真理传承条件。大夏英灵殿全面重启，正在连接大古代机械与力学历史长河，坐标定位春秋战国。恭喜宿主成功唤醒大夏物理学先驱，机关术与力学大道绝对奠基人墨家巨子墨老。晚辈林墨拜见墨家巨子，
拜见莫老前辈。孩子，苦了你了。3年沉寂，不是老夫不帮你，而是有些路必须你自己用双脚去丈量，把道基打牢了，才能承载真正的无上大道。哼，这帮后世的庸人传兵长老，把阵法部的花里胡哨看似深奥，实则是本末倒置，卖弄玄虚。林家小子，你给老夫记住，天地万物，无论其内部结构有多么复杂，只要它们连接在一起，共同受力，那就是一个整体。老夫今日传你墨经中的上古本源机械心法，等效替代与整体刚体法则。忘掉那3根杠杆，忘掉那些不断变化的角度和力比，把这个大圆宽里的所有东西看作是一块铁板，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机关。既然是一个整体，它就必定有一个总重心，无论外界的拉力怎么变，这个整体的重力方向永远垂直向下。你只需要找到这个总重心的位置，然后寻找它距离支点的极限距离，这道死阵便不攻自破。不要被表象的繁杂所迷惑，用你的心去抓事物的本质，去斩断那些虚妄的中间过程。去吧，用老夫传你的这套本源心法，去告诉那些高高在上只知道死背御简的学霸，什么才是真正的大道至简，一力降十会。晚辈悟了，原来如此，这题根本就不需要算。不可能，这绝对超纲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外门元婴境大圆满该承受的雷劫。孤身策马过断桥，西风吹过我衣角。他在干什么？这是道心崩溃，在自暴自弃乱化吗？摒弃局部变化，视3级杠量系统为刚体整体。根据墨经重体质交野之重心法则，确定系统等效总重心 G 总。当拉力 F 缓慢改变角度，其作用线垂直于系统时，阻力阳 L2 达到理论最大时，根据整体地律平衡方程，得出极限拉力 F 的写意式为。执事大人，我交卷。距离大劫结束还有近半个时辰，你确定不再检查一下？这道压轴阵法极其凶险，切不可因为走火入魔而毁了前程。不用了，多谢指示。哗众取宠，果然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林墨，你的下半辈子就准备在废弃矿尾里给我赵家当一辈子画符的灵奴吧。老李，这道压轴大阵到底是谁布下的？批了整整3万份卷宗了，平均得分竟然是0分，连那些世家子弟花重金买的高阶御简模板都套不进去。这是主脑系统随机从上古机械残卷库中抽取的死阵，目的就是为了筛选有没有真正掌握格物本源的天才。简直是胡闹！这么繁琐的非线性高阶断袖阵纹演算量，让老夫来算也要写满3页草稿纸。警告：检测到异常检阅答卷，系统固有算法判定该逻辑回路存在争议，无法自动评分，请长老团人工复核。异常简略，估计又是哪个学渣乱画的。这是什么破阵之法？不拆解3级杠杆，直接把所有不规则的机械看成一个固体整体，这怎么可能行得通？重体之交也，这是墨经中的上古原点思想。快，立刻拿草稿纸来，按照他写的这个等效重心法则推演一遍机制。大道至简，真正的大道至简。我们教了半辈子就功法，只教弟子怎么套公式，却忘了修真最本源的智慧探索精神。这孩子狠狠扇了我们一巴掌啊！不被表象直指事物本质，这是失传已久的上古本源真解。林墨，就是3年前元婴境外门沉寂了3年，成绩一直平庸吊底的那个林墨。立刻传音教育阁总部。不，我要亲自去见江南第一宗内门掌门，这个弟子绝非池中之物。恭喜赵少爷，贺喜赵少爷！刚才天道阁内部传来消息，您的格物大卷拿下了极其逆天的高分，这江南第一宗内门的首席天骄班，您是进定了。区中考雷劫，本少爷可是装备了海外常青藤宗门的顶级御简，若是连首席班都进不去，岂不是砸了我赵家的招牌？
林墨，我还以为你今天没脸来放榜现场了呢。怎么，是来提前熟悉一下去我赵家灵石矿的路线的吗？按照天道誓言，你今天只要落榜，下半辈子就得给我画一辈子的低阶电路符文。金榜还没放，你急什么？万一落榜的是你呢？笑死我了！大家听见了吗？一个外门3年回垫底的庸才，竟然幻想我这个天骄会落榜。林墨，你怕是在考场上被那道多级杠杆死阵逼得走火入魔了吧？那道阵法可是连我的高阶算力琉璃镜都推演不出来的绝杀阵，你这种只看低阶基础功法的穷鬼，恐怕连阵图都没看懂吧？你参不透，不代表别人参不透。吉时已到，看榜吧。江南市外门学子化神榜正式公布，张大牛总分420，凝聚半部化神道基，录入普通下品宗门。第5名孙雪儿，总分710分。第4名王霸，总分715分。第2名赵飞宇，总分725分。第2名，赵少爷竟然拿下了全市第2，这等天赋简直恐怖如斯！不愧是赵家倾尽资源培养出的麒麟儿啊！林墨，你看到了吗？725分，这就是资本与天赋的差距。第1名林墨，总分750分加大夏先贤悟道附加分50分，总计800分。孤身策马过断桥，西风吹过。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这3年明明是个废物啊！天道主导肯定又出 bug 了！抗议！我要求天道阁复查这小子的试卷！谁敢质疑天道主脑的公正？你这无知庶子！哼，自己学艺不精，依赖海外法器模板，竟然敢质疑真正的大道天才！睁开你们的眼睛，好好看看！当你们所有人都在用死记硬背的三角杨式和复杂的隔离法，企图解开这道多级动态杠杆死阵时，林墨同学仅用了3行字符便一剑破阵。他不被中间的繁琐变量所迷惑，直接将极其复杂的机械阵法视为一个整体，重现了上古墨经中最纯正的本源功法，找出了系统的极限等效重心。这等大道至简的无上破题思路，莫说是你们这群刚摸到化神门点的毛头小子，就算是我们这群较严格的老骨头，看了也是自愧不如。这附加的50分是天道主脑对他重拾我大夏先贤科学本源精神的至高奖赏。天哪！3行公式秒杀绝杀大阵，这还是人脑能算出来的功法吗？原来他这3年不是平庸，而是在苦修打磨最纯正的道基。我们这些嘲笑他的人，简直就是跳梁小丑啊！林墨同学，你这3行字让老朽茅塞顿开。老朽已经与江南第1宗的内门掌门商议过了，从今天起，你无需经过任何分班试炼，直接空降内门最高级别的化神初期天骄首先班。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在外门被称为100年难遇的天才，有人甚至凭着一些古怪的偏门解法拿到了满分悟道附加分。但是这里是内门化神道场，元婴期的那些小聪明，在化神境绝对严密的格物与算学大阵面前，根本不堪一击。林墨，站起来！李长老，有何赐教？听说你很喜欢用大道至简的破阵思路。好，身为你的传功教习，我有责任试探一下你的道基究竟有多深，以免你德不配位，误了这天骄手续班的修行进度。不必谁来找，此心归处是逍遥。这是什么禁忌阵法？这根本不是化神境初期该学的功法。铁面阎罗这是要给林墨一个下马威呀！这道大阵没有极其深厚的算术推理底蕴，耗费2个时辰也算不出极值来。格物大道的极值问题是化神境力学大阵的试金石。如果你只会那些所谓的整体法小聪明，这道阵法你连门都入不了。1炷香时间，
如果你解不出，我会亲自上报掌门，将你踢出首席班。系统大爷，化神境的算学推演太磨叽了。这帮教化神境的后辈啊，就是喜欢被条条框框束缚，求个极值而已，何须费时费力的去配什么方？孩子，今日老夫便传你一门真正的反虚境无上心法——唯一分大道雏形之求导法则。晚辈悟了，这才是真正的秒杀。李长老，配方法太慢了，另该遁速函数视为 VT， 对时间 t 进行求导，令 VTT 等于0。长老，道数为0点即为极值点，这道极值杀阵。嚯！没有二次函数配方，也没有基本不等式，和李长老讲的标准答案一模一样。这是反虚境甚至大成境才能接触的高等算学仙法——微积分求导术。你一个刚踏入化神境初期的学子，竟然掌握了高维求导术，是谁传你的功法？回长老，万法同源，既然都在求极致，何必拘泥于化神境的繁琐公式？晚辈只是站在了大夏先前的肩膀上，借用了这门上古本源算学的利器罢了。好一个站在大夏先前的肩膀上！我等庸人，为了追求宗门的升仙率，为了应付天道主脑的制式结卷，天天逼着你们去背那些繁杂的御简模板，导致大家都忘了，算学的本源是大道至简。这求导之法，早在建国初期的大能手稿中就有记载，如今却很少有人敢去触碰这等高阶心法。你们看清楚了，这就是差距。当你们还在低头死磕繁杂的计算时，林墨同学已经跳出了境界的束缚，用高维的眼光俯视了这道格物杀阵，这才是真正的求道探索精神。李长老说得好，我大夏修真界若都像死水一潭，何来科技腾飞之日？拜见掌门。刚才在门外，你的那手一剑斩术，老夫全都看到了。极其纯正的先贤推演之法，没有任何被现代学坊功利心污染的痕迹，难得，太难得了。化神境初期的池子太小，那些繁琐的基础配方模板对你来说只是浪费时间。林墨听令，老夫今日以掌门之名特批你连跳3级，直接进入化神巅峰首席班。半个月后，你将代表我江南第一宗，直接参加全国大成雷劫。什么？跳级？疯了！半个月后就读大成雷劫？他才16岁啊，连电磁学绝杀阵和微观量子大阵都还没接触过。学子领命，半个月后的大成雷劫，学子必将以满分登顶大夏金榜。听说了吗？掌门昨天特批了一个刚度过中考雷劫的新生，直接空降到我们这道场。据说在化神初期班用了一手求导之术，把李刚长老给镇住了。求导术算什么？不过是大成境入门功法，我们这里哪个人没提前自学过？大成雷劫考的是全科万法底蕴，一个连电磁风暴绝杀阵都没接触过的小子，来这里就是找死。林墨，你就坐在萧鼎的旁边吧，那个位置灵脉最充沛，适合你冲刺大成雷劫。站住！有事？这里是化神巅峰首席班，是准备冲击清北圣地的地方。你一个连基础功法大纲都没学完的穷酸散修，坐在这里会拉低我们周围的道场气运。就是，他连高阶答题推演法器都没见过，全省联考交了白卷，可别丢我们首席班的脸。拉低气运？你所谓的底蕴，就是靠这些死记硬背的押题预检堆出来的？你找死！
一个靠取巧上了风云榜的废物，也敢对世家的正统道大放厥词！你以为会个求道功法就能横行天下了？明天就是全省百宗联盟模拟雷劫，考的可是李化生万法综合死阵，你不是狂吗？敢不敢跟我赌一把？赌什么？赌明天的百宗卷考总成绩。如果你输了，立刻滚出化神巅峰道场，当着全宗的面承认你们这些平民散修都是垃圾。如果你侥幸赢了，我萧家名下那座超级算力巨灵洞府的终身使用权就是你的，并且我萧鼎见你执弟子礼。好，顺便提醒你一句，明天渡劫的时候少带点那些没用的推演法器，因为在上古先贤的本源大道面前，你那些破烂模板连当萤火符都不够资格。好，我看你明天怎么死！这次的理宗万法劫卷，据说是由省教育阁最变态的太上出题组布下的，里面包含了大量万法萧合的超纲阵法。林墨，你拿什么跟我斗？果然，没学过化神后期的电磁大道基础，连左右手阴阳定子的磁场灵纹走向都搞混了，更别提这见鬼的微观炼丹化合符文了。唉，这就是道统断层的痛苦啊！系统大爷，各位先贤老祖，我这属于严重超纲了，求降维打击！晚辈林墨拜见两位国师前辈。孩子，外面的阵法把你难住了。这布阵之人简直是把电磁大道当成了杂耍，非要把简单的星磁偏转力搞得像一团乱麻，生怕别人看懂了万物的本质。格物是探究自然治理的，不是用来刁难人的算学迷阵。炼丹化合本就是阴极游离子的得失与转移，何须去死背那些繁琐的化合符文？抓住电子这个本源，一切迷雾自然散开。还请两位前辈赐教。听好，磁场对运动电荷的作用力永远只改变方向，绝对不做功。不要去用那些繁琐的几何公式，会死靠它螺旋轨迹。老夫传你宏观能量守恒无上本源法则，跳出轨迹的迷宫，直接用能量守恒的视角去俯视它。既然磁场不做功，那你只需要盯死电场力对它做的功，它的极限极值遁速，立刻就能原形毕露。至于炼丹质量的变化，更简单，传你法拉第造化电解本源定律。不要管它在阴阳极生成了什么花里胡哨的灵气，只看通过了多少电量。电质量决定了微观灵子的质量变化，直接代入本源公式 ，M 等于 M 除以 ZF 乘以 Q。原来如此，磁场不做功，电荷决定质量变化。根本不需要去求他中途是怎么绕圈子的，只需要看他能量实属的本源状态。不必谁来找，自己归处是逍遥。什么？他睡觉了？这才开考1个半时辰啊！这可是全省最难的万法劫卷。连那道电磁绝杀大阵都没看懂，直接从我入魔法器里看了。林墨啊林墨，没有高阶法器的辅助，面对你没学过的化神境高阶知识壁垒，你终究原形毕露了。明天放榜，我要你当着全宗的面，像野狗一样滚出首席道场。小少，您今天这气色，绝对是省榜前10的稳重之姿啊！推演极值不过是基操罢了，
我更期待的是，待会儿某人看到自己那惨不忍睹的个位数修为时，那副痛哭流涕的嘴脸。大家可别忘了，他可是发过天道誓言的，今天若是输了，就得滚出首席道场。林墨这种靠取巧空降的无门无派散修，在省魔这种绝对实力的碾压局面前，必死无疑。各位同僚，这次的理宗万法卷，咱们是不是出得太狠了点儿？全省30万化神巅峰的渡劫学子，万法卷平均分竟然只有区110分，这要是传出去，外界怕是要骂咱们拔苗助长了。狠！再过1个月就是全国大成雷劫，境外异域文明的科技必涨越来越高。如果还在考死记硬背的套路，大夏的科技靠谁来拯救？目前全省最高峰是多少？回首座，目前万法卷最高峰是省城第一宗的楚天河，275分。楚家那小子不错，道基很扎实，虽然用的是笨办法，但在高压之下能算得这么精准，已属难得。滴滴滴！警报！天道主脑评分阵链出现极端异数，检测到上古本源破阵逻辑，系统无法匹配常规评分模板，请求最高权限强制复辙。上古本源破阵逻辑，难道有人用了大学反虚境的失传功法，把那份卷宗调出来？这怎么可能？他没有算轨迹，他直接跳过所有陷阱，用能量守恒和电荷本质一剑封喉。这等破阵思路，大道至简，这简直是晋太格物大宗师叶老和卢老的无上本源风范啊！快看看他的总分，看看他叫什么名字。全科满分，这可是全省100宗联考，这难度比往年大成雷劫还要变态3倍，他竟然拿了满分！妖孽出世，大夏要出一条真龙了！换一壶烈酒来烧，恩怨已过了。李长老，快宣榜吧！我已经准备好兑现我的赌约了。当然，某人也该准备收拾包袱滚蛋了。本次全省100宗联盟模拟雷劫，萧鼎总分702分，全省排名第15。承让了，林墨，到你了，别睡了，起来迎接你的审判吧。林墨，格物万法满分，全科总分750分满分，全省排名第1。不可能，全科满分，他连推演法器都没用，怎么可能考满分？假的，这天道系统也是坏了。上古本源大道，不假外物，不需要什么法器。萧少，你的超级算力聚灵洞府归我了。还有，记得指弟子礼。萧少，快拿高阶护心丹来！萧少道心崩塌，走火入魔了。林墨，你的格物万法答卷，省天道阁已用最高机密传音阵送过来了。那2句直指本源的解阵真言，惊艳了整个江南省的教研太上长老。你真的是靠自己参透这等上古失传的无上大道吗？回礼长老，格物万法的本质不在于死记硬背御剑，更不在于依赖海外法器。晚辈只是借用了大夏先前留下的本源智慧，顺应了大道至简的规律罢了，不敢贪天之功。好一个借用先前智慧，不骄不躁，心有大道。有你在，半个月后的全国大成雷劫，我江南第一宗必将名震天下9州。全国大成雷劫终于要来了。所有渡劫学子听令，禁绝一切外物，电子推演法器、演算御简、储戒指全部封印，仅凭肉身记忆与大脑原生算力应劫。这3维幻阵阵眼坐标到底在哪里？间隙不行，投影也不行，完了，全完了！间隙、投影，太慢了。这等3维幻阵也敢在老夫面前班门弄斧？林墨，用老夫传你的高等代数矩阵转换大法，直接把这3维空间给老夫拍平了算。这篇赤壁本就是老夫当年喝醉了，乘着小舟夜游时随手写的，哪来那么多深仇大恨的隐喻？老夫当时就是觉得江上风景好，酒好喝，鱼好吃，照着老夫说的写。这帮变文的庸人敢扣1分，老夫显灵掀了这变文天阵。
天道造化经中九响齐鸣，这只有出现全科满星神机时，天道主脑才会触发的至高意象。江南省状元，全国总状元林默。你输了，快看全国天道总榜！快，立刻查清这个叫林默的底细。这种拥有纯正大道直觉的好苗子，绝对不能被华北的那帮酸儒抢走。报告大长老，查到了，此子来自江南市下城区，毫无世家背景。什么？没有背景的平民散修，立刻被最高规格的超音速御风非洲！老夫要亲自去江南市抢人！不好了，他们华北的人已经燃烧精血，启动虚空大挪移阵法出发了。2位圣地的大长老同时亲临，我江南第一宗建宗以来，何曾有过这等荣耀？掌门，林默这孩子，怕是要一飞冲天了。2位前辈，这是林默同学，我是清北圣宗格物大道的首席，你的格物万法答卷我看了，太美了。来我清北圣宗吧，只要你点头，大夏龙心试验大阵的主阵眼，老夫立刻给你留个位置，最高额度的极品零食奖学金随便你填。放屁！你个老匹夫，别在这里画大饼。林默小友，来我华北仙门，你的算学天赋堪称当世第一。我华北直接给你开放天眼算力库的最高权限，并且配备3位反虚境的太上护法，专门为你护道。毕业直接进入国家天机阁。2位前辈，小子受宠若惊，清北2大圣地皆是大夏科技与修真的脊梁，能否容晚下考虑一晚，明早再做决定？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这是最高序列的血色警报！大长老，出大事了！就在5分钟前，外域的美和力法师联盟突然单方面撕毁了所有底层阵法授权协议，他们锁死了纳米级微雕光刻阵图的核心代码，我们的国家级超算中心东风巡航防御大阵，甚至天际武器库的底层算力全线瘫痪，大夏的修真科技防线要断了！你说什么？把话说清楚！北监力法师联盟怎么敢单方面撕毁底层阵法授权协议？完了，全完了！他们早就在当初授权给我们的基础阵法指令集里埋下了极其隐蔽的逻辑杀阵，就跟这个才他们机械活好了杀阵，现在我国所有采用他们底层真正文的高阶法阵全部报错到机。练阵不如买阵，买这句毒药一般的话，终于在今天反噬了我们。天眼雷达预警大阵眼已熄灭80%，如果在天亮前不能重启防御大阵，大夏的国名将彻底敞开。道心要崩塌了。安以欺我太甚，60年了。老夫当年在戈壁秘境用算盘推演出第1颗核爆灵阵的时候，靠的难道是他们蛮夷的底座吗？孩子，看到了吗？这就是把大战地基建在别人院子里的下场。我们在英灵殿中推演了60年，等的就是这一天。什么12重高维空间嵌道加密？老夫当年推计出的原生底层算力阵键，比他们东拼西凑的破烂指令要纯粹100倍。孩子，怕吗？你敢不敢带着我们这群老骨头几十年的心血，去给大夏的修真界换一片天？晚辈林默，愿为大夏护道。林默同学，对不起，让你看笑话了。今天就算你答应来我清北圣宗，恐怕我们也保不住那些最高级别的格物道场了。大夏的国之大阵要瘫痪了。谁说大夏的大阵要瘫痪了？既然他们无耻的抽走了底座，锁死了授权，那我们就不要他们那破烂的阵盘地基了。2位前辈，立刻带我去天机阁。孩子，你疯了吗？那里现在是大夏最危险的风暴中心，连博士真仙境的顶级大能都束手无策。我去，
给大夏换一套我们自己老祖宗留下来的绝对纯净的原生底层阵法构建。报告首座，北斗星斗大阵第3阵眼失去感应，底层本源符文被拒绝访问。造化算力中心主阵眼女娲1号算力跌破1成，外域逻辑杀阵正在疯狂吞噬核心防御符文。该死，他们这是早有预谋的屠杀！底层逻辑杀阵像复古之至，我们所有反制手段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底层通道，这简直就是让我们自己砍断自己的手脚！首座，放弃吧，这是降维打击。除非我们能在一夜之间，凭空创造出一套完全独立、不包含任何西方外域阵纹的全新底层架构，但这怎么可能？谁敢擅闯最高机密之地？老秦、老李，你们2个招生办的老家伙跑来这里添什么乱？国家大阵都要崩溃了，你们还带着个刚过大成雷劫的娃娃来这里参观吗？立刻给我滚出去！首座，别动手！这是救命的人，哼，就凭他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这里满屋子的博士真仙都解不开，你让他一个刚摸到大成境门槛的准大学生来救国，你们是不是老糊涂了？不用解释。站住！你再敢碰一下主阵眼，我就催动杀阵了。12维空间矩阵加密，听起来很唬人，但实际上不过是在最基础的阴阳两仪算法上强行套了12层没用的外壳罢了。你说什么？各位真仙前辈，你们之所以解不开，是因为你们一直试图在他们的规则里打败他们。你们用他们教你们的外域现代阵法模板去拆解他们布下的锁，这就好比用敌人的钥匙去开敌人的门，怎么可能打得开？放弃他们那套繁琐的外域伪道法吧。今天，我带你们用我大夏先贤留下的最古老也最纯粹的上古算术阵列。我们直接把这扇门给拆了。狂妄！简直是无知者无畏！那是美坚力联盟倾注了几十年神识算力打造的底层阵盘基基，你一句拆了就能拆？没有了这层道基，大夏所有的上层防御阵法瞬间就会彻底崩塌，连一丝重启的希望都没有。真格利舍，立刻把他拉开！这是什么级别的道运？没有夹杂任何外域算法的杂质，极其纯正的大夏古法算力。哈哈哈哈哈！西方蛮夷也配谈算学阵列？林墨用老夫推演了60年的华氏天眼复变原生阵列，给他们重塑道基。他没有在试图破解那道12维杀阵，他是在刻画一个新的底层本源阵盘。12重高维空间嵌套看似无懈可击，是因为它利用了高维空间推演的盲区。但如果我们抛弃外域几何战法的基础，回到我大夏上古9章算术的营部族数与方程数的本源，用最基础的阴阳两仪加减法，配合上古本源大道，就能直接跳过高维空间的框套，直击它的推演核心。大道至简，真的是大道至简啊！你们看懂了吗？他完全舍弃了美坚力联盟的 X8P 本源阵法指令席，他这是在用最原始的算术驴，硬生生在大夏的废墟上铺出了一条全新的通天大道啊！算学道基已成，接下来该给这地基注入我大夏御空与星祠的脊梁了。防御阵法不是死物，不需要被动挨打。
根据能量守恒之无上本源法则，他们的逻辑杀阵既然在吞噬我们的算力，那我们就把这股算能当做启动反击大阵的动能。盘古1号演化完毕，北斗星斗大阵重新上线。女娲造化超算中心逻辑杀阵已被隔离并反向解析，大夏护国结界全面开启。反转了，不仅防住了，甚至反向控制了他们的算力通道。奇迹，这是大夏修真科技史上的奇迹啊！林墨小友，首座使不得！你刻画出的这套阵纹里，蕴含的我大夏老一辈国士的铮铮铁骨啊！这套原生架构的推演风格，太像了，太像当年那些在戈壁秘境中用算盘打出核爆绝杀阵数据的先驱们了。大夏的修真科技防线，在别人的地基上长歪了30年，今天是你替我们找回了留下的正统大道啊！首座，大夏的传承从未断绝。先前们的智慧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忘了回头看。孩子，来而不往非礼也。防御阵法既然立住了，接下来给他们场大夏核聚变阵式的反击吧。首座，下令全国灵网接驳吧。接下来，大夏要教教他们什么叫真正的上古本源大道的降维打击。大夏护国灵网接驳，你要顺着网线反杀回去。林墨小友，你不仅补全了底层阵盘，难道连绝杀攻击阵图都推演出来了？他们既然敢把逻辑杀阵插在我们的防御法阵里，那这条灵力通道就是双向的。核爆裂变与聚变的无上本源大道，不仅仅适用于物理实体的抹杀，在算力的世界里，将庞大的神识6对辽进行无限的裂变拆分，再在敌人的主脑核心中进行复变引爆，这就是算力核爆的终极奥义。晚辈领命。首座，借大夏女娲造化超元阵眼3成神识算力一用。莫说是3成，今日护国大阵所有的算力资源任你调遣，全员听令，切断所有非紧急灵力供应，将全国算力向主阵盘倾斜。是，为林墨小友护法。我的裂变开始，手握几分极限拆分大道。将遗照的数据疗拆生成无限趋近于零的乱码碎片，避开他们12维空间矩阵的渔网拦截。没有了我们授权的底层阵盘基基，大夏国的修真科技在今天将倒退整整20年。报告宗师，大夏国的防御阵法不仅重新亮了，防御壁垒的强度比之前翻了3倍。他们切换了一个我们完全不认识的全新底层阵法架构。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就算是大夏最顶级的博士真仙，也不可能在半炷香内重塑底层阵纹。不好了，长官，有不明神识数据疗顺着我们的攻击通道潜入进来了。快，立刻关闭通道！他们在发生核聚变灵力反应，启动物理切断法阵。No！ 第一，敌方主脑阵眼已陷入物理级崩塌。反击阵法执行完毕，大夏灵网全面恢复畅通。成功了！我们不仅换了底座，还把他们的漏洞给补上了！大夏万胜！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大夏修真科技的脊梁终于挺起来了。孩子，你辛苦了。传我天机阁首座法旨，即日起，大夏原生底层架构盘古1号列为国家最高机密。SSS 级禁忌防御序列，其缔造者林墨，封大夏国士仙尊头衔，配赏国家级真仙护道者卫队保护，不受任何血马世家制约。拜见林仙尊。今天这一战，只是大夏挣脱枷锁的第一步。未来的浩瀚星空万界，还需要这片土地上的千千万万渡劫学子共同去征服。快看，是林仙尊！10年了，当年那个在破旧洞府里
对着压轴死阵绝望挣扎的自己，仿佛还在昨日。10年前，我曾以为大夏的修真万法底蕴是由那些昂贵的高阶玉简和复杂的海外进口法器堆砌起来的。直到那一天，外域势力撕毁了底层阵盘授权，我们的防御阵法全面瘫痪，我才明白，借来的地基永远建不起大夏自己的通天道塔。这10年来，有人说我是绝世妖孽，说我是大夏修真界的救世主，但我告诉你，我不是救世主，我只是一个有幸站在了5000年大夏先贤肩膀上的求道者。大夏的格物道统从未断绝，早在2000年前，墨子便勘破了等效众心法则；早在1000年前，祖冲中便推析出了元收算阵；而在几十年前那个最艰苦的岁月里，是钱老、邓老、华老他们，在没有海外算力支持的情况下，用最基础的算盘敲出了护国核爆大阵的惊雷。修真之道，参悟万物真理，不是为了去世家学门阀下当一个背诵模板的奴隶，不是为了去购买外域那些华而不实的法宝来互相攀比，更不是为了高高在上的去欺压那些资质平庸的弱小。这世上本没有绝对的阵法壁垒与道统封锁，因为真正的无上真理都在我们自己的识海与道心中。愿我大夏学子不依附于人，不受制于人，吾辈修士当受命于危难，挽狂澜于既倒，为大夏之崛起而读书，为大夏之崛起而读书，为大夏之崛起而读书。为大夏之崛起而读书，为大夏之崛起而读书，为大夏之崛起而读书，为大夏之崛起而读书。星火殿，你终于要完成最后的使命了吗？去吧，这才是星火的终极宿命。第检测到极致求师执念与纯正爱国道心，大夏星火传承系统已绑定。我的识海里出现了一位叫华老的算学大宗师，他说要教我本源微积分大阵。钱老，是钱老显灵了！大夏的星火不再是一个人的逆天改命，而是14亿大夏儿女的人人如龙。天地间，先贤不朽，道统永存。大夏迎来了真正的永昼。